失去的不要了，落空的不再惦记了，不爱了就爱别的，遗忘的不想了，不再真的再不见了，眼泪掉了就掉了，生活就算再正常，生命还不是无常，就用人类的日常放过人生的无常。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，今天的雨还是要当欣赏，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，认真的跌还是迷恋花香。管明天天空会是怎么样，今天的蓝叶要好好珍赏，管明天的蝶会不会飞翔，此刻的谁也为它鼓过掌。人生还会人生路长，我的是眼前的日常，当每天好像没明天一样，在等一场有多么不平常，多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解，我是一名漫画家。你们手上的《水晶之恋》就是我的最新作品。我出生于一个幸福美满的商人世家，家境优渥，父母恩爱。我很感谢他们，给我一个如此良好的成长环境。我认为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输出正确、良善的价值观，不断的创作更多的动人故事。人生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、逆境，但这些都不算什么。生命的美好之处，就在于只要我们肯努力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，获得成功。好的，说得太棒了，让我们再次感谢何老师，也期待何老师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。我叫何解，一个嘴比手勤快的漫画家。《水晶之恋》是我的代表作，是一本很水晶、很之恋的漫画。它的人设非常经典，男主角叫宫城，是个总裁，很英俊；女主叫裴恩彩，是个校花，很善良；女配角叫陆子欣，是个灰姑娘，很心机。为了推动剧情，恶毒女配承包了所有脏活累活，她贡献了她的三观、她的节操、她的名誉，还有她的肾。最后还是败给了主角光环。男主角和女主角在一起叫撒糖，男主角和女配角在一起叫踩雷。所以故事结尾，陆子欣只能看着男主女主终成眷属，而自己却下场凄惨。这就是每个角色的命运。我塑造了他们，并且一本书火3年。3年后，当我要改写这本书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艺术创作需谨慎，别人填坑用笔，我填坑用命。何姐啊，你都2年没回过家了，你今天还不回家看看我跟你爸呀？何姐啊，不回就不回，那个今年的钱呢，什么时候往家里打呀？办是对的，对。哎，何老师早。何老师早。他的漫画被别人接受了。哎呀，他都过气了。胖胖熊原创漫画工作室宣布，由新人漫画家小白接棒何解，续写《水晶之恋》新篇章，恶毒女配陆子欣翻身做女主，王者归来重登巅峰。把陆子欣改成女主角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套路，都是套路。
还开发布会，还给我 P 图，人还没有死，我就要活在人形立牌上了啊！新欢取代旧爱的速度，比翻书还要快，太过分了。广告牌都做出来了。 陆子星，又是你！今天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。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画了你。你一辈子都别想当女主角。我叫何解，25岁，一名刚刚过气的漫画家。我从来不怕挫折，我怕的是挫折来临，我连个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比如，我刚要找他们理论为什么要改我的书，一场意外就发生了。 信不信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？你跳啊！这片湖是水晶湖，跳下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上来的。你谁啊？我是何解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哪位啊你？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水晶学院待不下去？水晶学院？我问你，你认不认识陆子星啊？天才，那工程呢？ 工程，不要再给我提工程了！难道我遇到灵异事件了？还是在做梦？他又跳下去了！喂！哎，你别跳了！哎，有人跳湖了，来人救人啊！一定是在做梦。醒过来，赶紧醒过来！ 怎么有个人？是跳湖吗？糟了，光圈怎么变暗了？算了，没时间管了。小姐，你醒一醒啊，小姐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来，还是算了，我先人工呼吸。唉，真是流年不利，人也过气，连做的梦也是噩梦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耍流氓！小姐，
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是为了救你。可是我又不会游泳，而且特别胆小。要是没有人推我的话，我怎么会去水晶湖那里呢？你登记下来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何洁。我叫陆子欣。你说你叫什么？我叫陆子欣。陆子欣，就是我《水晶之恋》里无恶不作、诡计多端的头号反派陆子欣。你3岁学游泳，6岁在湖里抓鱼，你敢说你不会游泳？敢说你胆子小？干什么你？你不去湖边？你打工的咖啡店就在湖边。你看，他对我的状况了如指掌，根本就是个爱跟踪我的变态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我怎么不清楚？我是他爸爸。醉。他骂人，骂我还。老实待着，我给你们。去。真的假的？我不会真进漫画了吧？而且一进来就遇到了陆子欣这个女魔头。陆子欣，又是你！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水晶学院待不下去？叫什么名字？陆子欣。我姓罗，单名一个季字，是警备厅的厅长。我知道你叫何姐，我还知道你今年25岁，是一名漫画家。处女作是一本漫画小说，叫做《水晶之恋》。哪位啊？这是？我是你在这个世界的 NPC。我真的卡进漫画了。不要紧张，这只是一次简单的任务。如果做完任务，就可以活着回到原来那个世界了。我可以活着回去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的任务是什么？你是因为陆子欣才进入到这个世界的，所以你的任务也就跟这个叫陆子欣的女人有关。陆子欣？就是这个女人。身为《水晶之恋》的作者，你是被恶毒女配陆子欣强大的怨念强行拉入这个世界的，而且在你进入的那一刻，你们俩的命运就已经绑定了。绑定？什么是绑定？绑定就是如果陆子欣死了，你也会死。不是吧？好好回想一下你给陆子欣安排的结局。我能不死吗？能，只要你能完成任务。你赶快告诉我什么任务啊！改变陆子欣的命运，在故事完结的那一刻，也就是男女主角交换订婚戒指时，陆子欣没有自杀，也没有感到绝望，而是由衷的说出了“世界真美好”。世界真美好，非得这句台词啊？少一个字都不行。世界真好不行，世界真美不行，用英语说 “The world is wonderful” 都不行。我去，这位大叔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怕2样东西：怕死和怕女人吗？对呀，所以我肯定搞不定女人的。而且这个女人还是陆子欣哎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恶毒女配，恶毒女配。但你现在必须选一样，要么迎接死亡，要么搞定这个女人。完了，一般这种事儿都自带点技能的，我得问问。罗辑说，我请问你啊，那我有外挂吗？一般像我这样的人都有外挂的。有。这支笔是你从3次元的世界带来的，在2次元的世界里，你无论画什么，它都会变为实物。所以只要有这支笔在你手里，你也算是掌握了无中生有的技能。神笔马良啊，这么神奇！你可以试一试画点什么东西看。太神奇了！
来都来了，只能赶紧做任务才能回去。我记得陆子星家就住在彩虹路上，原来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彩虹路在哪里啊？这就是彩虹路啊，就这里啊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牛婶面馆，我都忘记自己有画过牛婶的面馆了，至少这样不会饿肚子了。艺术果然来源于生活，牛婶儿，我人生中的灯塔指南针。谢谢牛婶。黑暗徘徊前进的白月光。面前。啊，牛婶儿。干嘛？想吃白食啊？牛婶儿，你问到我了。我从小吃你的面长大的呢，我从这么大吃到这么大，你从来都没有收过我钱呢。无赖。陆子星，找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。别来这套，抓紧吃面给钱。可是面好了，快点啊！好吧，这个牛婶不认识我也正常，毕竟是我画出来的。牛婶儿，买单。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拯救你的命运。你别不信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所有的烦恼，知道你所有烦恼的根源，而且啊，这个世界只有我能解决你的烦恼。你想靠自己，不可能的。你要怎么解决？我给你钱，我知道你喜欢钱，你需要钱，而且我还可以给你所有想要的东西，只要你愿意听我的话，行吗？你是指哪方面？爱情。你要包养我吗？哦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误会，我是说，你不用喜欢上我，但是你不可以喜欢上别人。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？这是一回事吗？我的确是很需要钱，但是你以为这些钱就能收买我吗？也是，这钱的确是有点少，不然这样吧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你很有钱吗？还行吧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要是再敢骚扰我的话，我就报警，把你抓到警备厅。神经病！女流氓，不要我自己收拾。很悠闲吗？还运输？我是在修补攻略，这本漫画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了，很多细节我都快忘记了。那任务怎么办？你有主意了？先按剧情走呗。如果裴元彩要接近工程，我就撮合；如果陆子欣要接近工程，我就捣乱。虽然是作者爸爸，操的却是儿女心啊！我就友情提示一下，陆子欣就快跟工程见面了。
陆子星是水晶学院的工读生，平时在咖啡厅里兼职，因为缺钱，他向咖啡厅老板预支工资，却被训斥。而这时，本在听雨的霸道总裁宫城挺身而出，说出属于他的经典台词，从而深深撩动了陆子星的少女心。从而得到攻城的陆子星，自此踏上了恶毒女配的不归路。你笑什么？没有了，我就觉得你画的挺好的呀，听雨的少年画风很唯美啊。想吐槽我就直说。宫城去咖啡厅是为了跟裴恩彩相亲，对吧？对啊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他们两个那么有钱的人会去一个咖啡厅里面相亲，不应该去一个高档的5星级酒店或者一个更高级的会所之类的吗？你们这个设计好刻意啊，就感觉是为了要让他们跟陆子星相遇。有时候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作者编起故事来啊，根本不考虑逻辑。我让他们在咖啡厅里面相亲，那是因为那个咖啡厅的位置绝佳，从窗户看出去的雨景特别美，而且我要让宫城有这种浪漫的性格。那个咖啡厅就是他的听雨阁哦，艺术家的思维你不懂。哇，好妙啊！何姐、何老师、何大大，你是作者，你想说什么都行。不理你了，我干活去。无论如何，感谢你的提醒，祝我好运。听雨阁。宫城，水晶之恋漫画男主，宫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万千女生的梦中情人。妈。哎，程程啊，相亲还顺利吗？不顺利，裴恩彩没来。啊，那就再等等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再等一等。我实在是着急用这笔钱。如果不是急需的话，我也不会找您预支工资的，老板。我预支什么工资啊？你看看咱这店一天到晚有几个人来，我上哪儿给你预支去？行了，赶紧干活去。可是我，我去拿扫把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陆子星，你知道这个盘子值多少钱吗？那你知道这家店值多少钱吗？你打扰到我听雨了。这家店我买了。何氏企业，我是何氏集团总裁何姐。啊，幸会。哎，老板，老实摆，盘的事你跟他解决吧。你花了多少钱买这个店啊？300万。300万？你多花了150万呢。没关系，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何总就是这家咖啡店的老板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你擅自离开咖啡厅，否则我扣你工资，明白吗？嗯。站着干什么？去收拾。哦。站住！叫你小子是来还钱的，等来这儿干嘛？喝咖啡啊？不！我告诉你，老胡，今天你必须把钱还清了。我女儿在这儿打工，她有钱啊！骗谁呢？在这儿打工能挣多少钱？我女儿的朋友们都是有钱人，是不是他？哎，站住！对，放开！我女儿，放手！
手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欠债，还钱。你欠他们钱？他欠你多少钱？我还。数字你填。以后有事情不要找他，找我，我来处理。听明白了吗？何氏集团，何总，不错，不错。走了啊，走了啊，走了。好。你怎么惹上这些人的？再怎么缺钱也不能跟这种人借钱啊，这样只会越借越麻烦。你脑子在想什么啊？以后有事情就找我，别自己乱想办法了，这样会误入歧途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已经做过错事的人呢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保证你三观笔直，节操齐全。谢谢你啊，刚才你帮我还的钱，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不用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世界真美好啊！世界真……如果是已经做过错事的人呢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保证你三观笔直。哎，大哥，那不是他吗？哎，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学校。等等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钱不是已经还给你们了吗？根本就没什么何氏企业，这支票也是假的。他欠多少钱，我还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你妈经常住的医院我们也知道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不许你们去找我妈。可以，就5天时间，最好这一次你能找个真有钱人。记住，就给你5天。哼。谁的？我男朋友的。你还真找到男朋友了，可不少啊。密码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他把钱包落在我这儿了，明天我就会还给他的。还什么还？归我了。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你不会就为了眼前这点小利益去阻碍我和他之间的感情吧？你想想，他把钱包落在我这儿，可我又不肯还给他，他会怎么想我？行，钓大鱼，你妈的医疗费就靠你钓这条大鱼喽！哎，有没有看到陆子星啊？没有。啊，去忙吧。哎，陆子星人呢？他今天好像没来。没来？他不怕我扣他工资啊？那我先去忙了。啊，去吧。奇怪，医药费还没找我，现在又多了一笔债。妈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凑够你的医药费的。端端的还跟我玩消失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天不是我当值。那两个不是工程的保镖吗？老板，他说他老板前几天来这里喝咖啡的时候，不小心掉了一个钱包。这个钱包，糟了！
我怎么忘了这才是陆子欣搭上工程的关键？陆子欣在咖啡厅捡到工程的钱包，借着还钱包的名义，在工程面前装小白兔，获得了他的资助。陆子欣，你还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看来他拿到那个钱包了。水晶学院工程同学凭借其出色的才华及品格，获得本市今年10大杰出青年代表荣誉称号。这已经是他连续第6年荣获该项殊荣。你们好，请问这里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那你跟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带你回去上班。我请假了5分钟。别说5分钟，5秒钟都不给你请。好啊。钱包给我。你拿人家钱包干什么？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送还给你。你拿人家钱包做什么？我去还呢。这个钱包是在我的咖啡厅捡到的，我还。我不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想借机接近工程，认识工程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不准去接近工程，对你没有好处，只有坏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是来拯救你命运的男人。我命运好得很，不需要任何人来拯救。巧嘴硬了。如果你命运够好的话，你需要去接近工程吗？你爱他的人不就是因为爱他的钱吗？我不爱工程，所以你就爱他的钱了。你一口一个钱，你以为自己很了解我吗？我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。你以为这个钱包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工程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好，你去还吧。还就还。今天在咖啡厅看到你们，我就想说，我捡到了工程的钱包。怎么是空的？干什么？你抓我干什么？我不是小偷，放开我！钱包里的东西不是我拿的。工程同学，我捡到了你的钱包，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些了。虽然我人不在，但我完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陆子欣用拾金不昧的举动博得了工程的好感，获邀参加龚氏集团的舞会。然而，这个舞会是工程父母为了撮合他与裴恩才相亲举办的，一场大戏即将拉开帷幕。好漂亮啊！舞会就穿这件吧。虚荣，做作，心机，这不会是工程买给你的吧？陆子欣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跟那个工程跳那个舞，跳了你就惨了。那个舞是绝命舞，你想要什么东西，我可以买给你吗？为什么非要找工程不可呢？何姐，我看你还能演多久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让开！原著剧情里，龚氏集团的内部舞会，工程和裴恩才一见钟情的桥段。舞会上，陆子欣不甘沦为陪衬，在舞会开始前故意将红酒洒到裴恩才的裙子上，导致裴恩才错过舞会，与工程再次擦肩而过。而陆子欣作为工程的舞伴，则成为了当晚最耀眼的主角。看我怎么治你！
见面练习说再见，习惯听你爱的歌，当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每年生日许的愿没实现，梦的金鱼悄悄搁浅，不想改变的全都改变，从你的拥抱出发去冒险，我好想勇敢一点，转身却还不够收敛，记得你送我回家那一夜，你温柔吻我那瞬间，好像就这样直到永远，大雨蔓延无声世界，当眼睛属于坚决笑容属于我的脸，再爱我一天一天一天都是你，谁能不想念，爱过你恨过你都是最好的纪念，一天一天失去你，我终于相信最幸福最心痛最孤单，是最美丽最难忘最期盼，为你流过的泪让夜空繁星点点，别愧疚别抱歉别去猜，时间会有答案，我能感觉你的爱，再爱我一天一天一天都是你，谁能